大家好，我是4213，今天我们接着来讲童年回忆《魔兽争霸3》的剧情故事。在上期我们讲述了第3次大战的全面爆发，也就是洛丹人王国因遭天灾军团的入侵而陷落的故事。按照沃3的剧情发展，大家肯定会以为我接下来要讲的是亡灵战役了吧？但其实不然，我们本期要讲述从人类战役结束到亡灵战役开始前的这段时间内东部王国的现状，包括萨尔杜海以及其他人类王国都是如何应对天灾军团的。虽说本期节目介绍的剧情可能没有亡灵战役来的那么精彩，但这部分呢也是不得不说的重要内容，所以也是不能忽略的。好了，那么前面的话呢就先说到这里，下面正式开启本期的故事环节。黑暗之门开启后20年，首先让我们把视角移动到无尽之海上来。此时萨尔和他的新部落正乘船驶向卡利姆多，但他们的漫长航程却并不顺利。大约在数周前，洛丹人王国还未陷落之时，萨尔和部落在南海镇附近盗走了联盟的船只，这引起了联盟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的愤怒。戴林与他的库尔提拉斯舰队是东部王国公海上的霸主，他因为在第2次大战中痛失爱子，而对兽人有着无比的仇恨。所以当他得知是兽人盗取了船只的消息后，他格外的愤怒，当即下令出海追捕那些兽人。由于戴林的舰队熟悉海域，他们没过多久就在离大漩涡不太远的海域找到了部落的舰船。本来以戴林舰队的实力是可以很轻松全歼敌军的，但是就在他们准备发起进攻的时候，一场海上暴风雨却突然来袭，席卷了这片海域里的所有舰船。这些大型舰船在海浪中就如同玩具一样被抛来抛去，戴林和萨尔的舰队也因此被风暴完全打散了。最后萨尔和他的人民在风暴中碰巧撞进了附近海岛的一个海湾中，而这里也就成了他们的避难点。根据手下的报告，萨尔得知在风暴期间他们有不少船只都失踪了，其中就包括格罗马什地狱咆哮和他的战歌氏族。由于当前萨尔的那些船也都受损严重，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岛上驻扎休整一阵子，需要等待船只修理完毕才能继续向西航行。这时族中的萨满祭师向萨尔报告，感知到附近有些奇怪的魔法。萨尔施展世界树，找到了魔法的来源，警戒守卫。随后一位巨魔巫医也出现在了萨尔面前，他声称自己在一段幻象中看到了兽人的到来，尤其是看到了萨尔，但是他有些不敢相信幻象竟然成真了。萨尔向面前的这位老巨魔报出他的姓名，并说他们不是幻象，而是确确实实的来到了岛上。看到萨尔如此有礼貌，老巨魔也介绍到自己名叫森金，是这片海岛上巨魔的首领。以前这座岛只属于他们，但现在不是了，因为最近有一些人类来到岛上建立了一些前哨站，这些人类不停地追杀森金的族人，所以他提醒萨尔要多加小心。萨尔听闻此言，立刻意识到这些人类极有可能就是追逐着自己的库尔提拉斯军队。面对当前的局势呢，萨尔决定先下手为强，主动向人类的前哨站发起进攻。而森金也同意萨尔的看法，于是兽人和巨魔便准备联合起来去打败他们共同的敌人。这里需要介绍下森金和他的巨魔部族，他们曾经是荆棘谷古拉巴什巨魔中的其中一支部族暗毛部族。与其他的部族不同，暗毛部族并不崇尚野蛮和残忍，而也正是因此才使得他们更容易被其他巨魔部族攻击。最后不堪其扰的暗毛巨魔只得乘船离开荆棘谷，向西航行，来到了这片遥远的岛屿。在暗毛巨魔看来，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园，因此他们把这里定名为暗毛群岛。话再说回来，在兽人与巨魔结盟的过程中，他们共同解决了地下怪气污染治疗之泉的事件。在多次与暗毛酋长森金接触过后，萨尔能够感受到对方的亲切感，并且他也看到这些巨魔与自己的族人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使得他对巨魔们好感倍增。接下来萨尔带着一支由兽人和巨魔组成的队伍向人类的前哨站发起了进攻。幸好呢，他们遇上的不是戴林的主力部队，所以也是相对轻松的占据了上风。然而就在他们即将取得胜利之时，有一大群鱼人涌上了海岸，将人类、巨魔和兽人用捕网通通控制了起来。随后鱼人将所有人都押送到了海岛的山洞牢房中。在牢房内，萨尔不明白鱼人为什么要抓他们。在一旁的暗毛巨魔告诉萨尔，原本这些鱼人呢是很和平的，直到最近鱼人们崇拜的海巫开始要求鱼人进献活祭品，如果不进献祭品，他就会毁了这座岛，所以鱼人最近一直都在抓人献祭。听到这里，萨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抬手甩出一道闪电链，干掉了看守的鱼人，冲出牢笼，去解救那些被关押的巨魔与兽人。
这一路上，萨尔陆陆续续救出了许多人，但唯独不见暗毛酋长森金的身影。在来到地牢深处后，他们才看到那些鱼人把森金带走了，正准备对森金进行邪恶的献祭仪式。就在萨尔准备带人冲进去救出森金时，鱼人巫师却直接献祭杀死了森金。看到同伴被杀害，萨尔愤怒不已，于是便带领士兵干掉了这群鱼人，替森金报了仇。最后，在森金的弥留之际，他请求萨尔带领军魔离开这座岛屿。说话间，岛屿开始发出了猛烈的震颤。森金催促萨尔快走，萨尔想带森金一起离开，可森金却说自己气数已尽，说完他便离世了。为了完成森金的遗愿，萨尔邀请暗毛军魔加入部落。尽管萨尔表示跟随部落会有许多危险，但军魔们仍然同意了萨尔的邀约，因为他们知道在这座已经被战火引燃的岛屿上看不到任何未来。紧接着，他们便逃出了洞穴。正当他们准备返回营地时，鱼人们所崇拜的海巫出现在了萨尔等人的面前。注意，在原版沃三中，海巫是一个女妖的造型，但海巫实际上应该是像重制版那样是一个娜迦的造型。这个名叫扎尔吉拉的海巫见到萨尔后，他指责萨尔杀了他的鱼人手下，还亵渎了他的庇护所，他要让萨尔为此付出代价。萨尔仍在为森金的死鸣不平，但他也知道现在还不是与海巫清算的时候，于是萨尔等人便先行回到了营地。他们刚刚返回营地，部下就向他报告，在萨尔离开的这段时间内，岛屿上的火山喷发了，看上去过不了多久，整座岛屿就会沉没。萨尔立即询问部下船只的维修状况，好在维修工作已经进入了尾声，所以接下来萨尔要率领士兵们坚守阵地，抵御由海巫发起的一波波攻势，直到舰船修复完毕。在抵御了不知多少波攻击后，船只终于修复完毕。萨尔命令所有作战单位放弃滩头阵地，立刻登船起航。就这样，他们继续开始了跨越无尽之海的旅程。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暗毛巨魔当时就跟随萨尔一起出发了，而有些则选择暂时留在岛上。这其中就有年轻的暗影猎手沃金。沃金是前暗毛酋长森金的儿子。在森金离世后，领导部族的重担落在了沃金的肩上。暗毛部族在沃金的带领下发誓效忠部落。沃金也与萨尔约好，等他聚集起岛上的最后一批族人后，再出发西行前往卡利姆多寻找萨尔等人。这里补充一点，暗毛群岛其实并没有因火山爆发而沉没，因为沃金是在岛上过了1年后才带着物资和族人前往卡利姆多的。在说和当下，就这样，萨尔等人继续乘船向着西边的卡利姆多大陆进发了。而与此同时，东部王国上的天灾军团还在横行肆虐，联盟的各个种族也仍在艰苦地抗击天灾军团。接下来需要介绍下联盟各成员国的近况。首先呢，我们先从侏儒开始介绍起。在上期我们提到，为了抵抗天灾军团，联盟的所有成员国都派出了自己的士兵。虽然侏儒也派出了他们的士兵去往前线，但与人类、矮人、高等精灵这些种族比起来，侏儒派出的士兵数量可以说是少得可怜。这些侏儒士兵只是把他们的高科技武器和侏儒工程学装置送到了前线，这让联盟的许多国家感到不解，甚至有些人开始质疑起侏儒对联盟的忠诚。但联盟的其他国家并不知道，侏儒的家园诺姆瑞根正在遭遇一种名叫血巨人的野蛮生物的围攻。有关血巨人的起源，我在很早之前的节目里有讲过，这里呢还是简单介绍下。血巨人原本是泰坦守护者们创造的第一代有缺陷的泰坦造物，后来守护者们将这些血巨人安排到了地底深处的奥达曼中沉睡。本来这些血巨人会一直沉睡下去，可是在最近，有一支在奥达曼考古探险的矮人们却无意间唤醒了这群沉睡中的血巨人。这些凶残的血巨人杀死了部分矮人探险者，而另一部分矮人幸存者则逃出了奥达曼，回到了铁路堡。这些矮人发现血巨人没有跟上来，因此松了一口气。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血巨人并没有选择从地面上追杀他们，而是在地底挖掘隧道穿行。他们本打算直接从地底攻入铁路堡，然而在即将靠近铁路堡时，他们却被一些奇怪的噪音所吸引了。原来血巨人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诺姆瑞根的工厂，那里是侏儒们的家园。血巨人对来自机械与齿轮摩擦的轰鸣声毫无抵抗力，于是他们便把目标转向了这座城市。当他们向诺姆瑞根发起进攻的时候，毫不知情的侏儒被打了一个猝不及防。虽然侏儒在力量方面敌不过血巨人，但是论智力，他们却远胜那些野蛮的生物。面对敌人的入侵，侏儒领袖大工匠格尔宾梅卡多克很快就派遣士兵和战争机械去阻挡那些入侵者。令大工匠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血巨人竟然一次次的从地下躲过了侏儒的攻击。
究其原因，是因为侏儒的军队规模太小，不足以从多个方面围剿敌人，才致使敌人一次次的逃走。梅卡托克曾考虑过请求联盟的帮助，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当下抗击天灾军团才是联盟最重要的事情。他不希望因此消耗联盟在前线的资源，并且他还将家园被血巨人入侵的消息作为机密隐藏起来，不让联盟的盟友知道。他们自己则默默地抗击着血巨人，因此侏儒也就派不出更多的人手去北方支援联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以第二次大战为背景的魔兽争霸2中有侏儒的作战单位，反而到了魔兽争霸3中，侏儒却缺席参战的原因了。说完了侏儒们的近况，现在再让我们看看联盟其他成员国面对天灾军团采取了怎样的行动。先说洛登伦方面，由于阿尔萨斯的背叛和天灾军团的突然猛攻，这个曾经最强大的人类王国说陷落就陷落，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是他们以为王子取胜了，松懈了防备，紧接着国王被杀，都城被攻陷，这等于是扼住了整个王国的喉咙。虽然王国各地也零散组织起了不少反击势力，但他们很快就被天灾军团以压倒性的攻势扑灭。在提瑞斯法林地、银松森林以及东威尔德这些被天灾军团迅速占领的土地上，亡灵瘟疫很快就渗透到当地的自然生态中，这导致在提瑞斯法林地与银松森林的天空中呈现出暗淡无光的瘟疫绿色，原本葱郁的林地也被凋零腐蚀了。而受腐蚀最严重的区域当属东威尔德地区，瘟疫渗透进土地之中，化作毒性云雾遮住了阳光，植物完全枯萎，家畜和动物也都被瘟疫感染了。这里不再是昔日丰饶的粮仓，现在这片遍布亡灵的区域被人们称之为瘟疫之地，后来又被人们划分为东西瘟疫之地。这也就是在时间线5年之后的魔兽世界经典救世中，上述区域为何会如此阴森诡异的原因了。在这片土地上，安多哈尔是全洛丹伦为数不多仍在联盟控制之下的区域之一。光明使者乌瑟尔和一些幸存的圣骑士聚集在这座城市中，他们把这里当作总部，向各地的天灾军团发起攻击。这里有2个事情需要说明一下，一个是达龙郡之战，另一个则是灰烬使者的起源。这2个事件都是发生在黑暗之门开启后20年的。先说达龙郡之战，发生在东瘟疫之地的达龙郡之战只是第3次大战中的一场小型战事，我在之前的视频里有详细介绍过，所以具体的详情我就不说了。需要提到的是，达龙郡的陷落时间要早于安多哈尔，因此在魔兽世界的任务中，玩家才能在安多哈尔的市政大厅找到达龙郡的历史。而关于灰烬使者的起源，时间跨度就相对较大了，我以前呢也有详细说过，这里呢还是简单回顾一下时间线。在第2次大战末尾围攻黑石塔的事件中，圣骑士亚历山德罗斯·莫格兰尼从一个兽人术士身上获得了一块黑色水晶战利品。后来在黑门后20年，以莫格兰尼为首的几位白鹰之手成员在希尔斯布莱德的南海镇相遇，他们正在共同商议要如何对付洛丹伦的天灾。期间他们偶然发现黑色水晶能够吸收圣光，变成一个充满圣光的水晶。此时塞丹达祖汗向众人传达了一个噩耗，阿尔萨斯屠杀了斯坦索姆的居民，并前往了诺森德。为了抵抗天灾军团，莫格兰尼带着这块水晶前往铁路堡，去找麦格尼打造一把能够对抗天灾的神兵利器。顺带一提，这个小事件在副本旧希尔斯布莱德丘陵中亦有展现。由于这个副本中有永恒龙作祟，所以设定上副本里的时间线是相对混乱的。你既可以看到法师时期的克尔斯加德，还可以看到奴隶时期的萨尔，以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时间。接下来随着时间的推进，穆拉丁死去的噩耗传回了铁路堡中，所以当穆格兰尼见到国王麦格尼同须时，麦格尼正在因弟弟的死去而感到悲痛。后来麦格尼接受了穆格兰尼的委托，经过数日的打造，麦格尼终于将水晶锻造成了一把传说级武器。与此同时，铁路堡方面又收到洛丹伦都城宣告陷落的消息。听闻此言，穆格兰尼立刻带上神兵返回了洛丹伦。路上他们遭遇了一群亡灵，穆格兰尼挥动神兵，很轻松的就斩杀了那些亡灵。因为这把利刃所到之处只会留下灰烬，所以穆格兰尼管这把神兵叫做灰烬使者，而这也就是灰烬使者的起源了。而至于故事的后续发展嘛，还要等待其他事件的发生才能继续推进。接着再来说说达达兰这边的情况。在之前斯坦索姆事件结束后，吉安娜返回达达兰，她想方设法说服法师们组织民众西行，但仅凭她一人之力还是难以说服众人。直到数周后，阿尔萨斯和天灾军团对洛德伦发起攻击的时候，
许多法师仍然认为他们可以阻挡天灾军团。达拉然派出了不少法师去支援联盟的大部队，但这样做也只是放缓了天灾军团的扩张速度。当前联盟南部反抗军的主力部队是由基留堡和库尔提拉斯的士兵、铁卢堡和鹰巢山的矮人、达拉然的法师和奎尔萨拉斯的高等精灵组成的。他们在银松森林和希尔斯布莱德丘陵的交界处抵御天灾军团继续南下扩张的趋势。在这些主力部队中，库尔提拉斯派出的兵力并不算很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出力，而是因为他们的领袖戴琳在第3次大战爆发之前带着主力舰队去追萨尔等人了，所以只能派出有限的部队来支援联盟。如果你要问主力部队中出力最多的是哪支部队，那就不得不提到索拉斯托尔边的激流堡部队了。虽说在之前他们因各种原因退出了联盟，但是当第3次大战爆发时，索拉斯还是带领军队支援了联盟。在索拉斯的领导下，联盟部队成功阻止了天灾军团继续南下，这才让希尔斯布莱德丘陵以南的区域没有受到天灾的荼毒，否则东部王国以南也有可能会变成瘟疫之地的那副景象。然而索拉斯后续的命运却非常凄惨，因为他家呢也有一个大孝子，但因为这是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所以还是要放到以后再来说明。其实除了诸如没怎么参与第3次大战之外，还有联盟的成员国也没能参与第3次大战，那就是在东部王国南端的暴风王国。之前我们说过，真实身份为黑龙奥尼克夏所假扮的卡特拉娜普瑞斯托渗透进了暴风王国中，所以在他的精心安排之下，暴风城再次处于一种相对闭塞且混乱的状态中，他们需要频繁地面对迪菲亚兄弟会在各地引发的骚乱。而且第3次大战的消息是花了非常久的时间才传到暴风城的，这当然也与卡特拉娜从中捣鬼有关。而当他们准备派兵支援的时候，才发现第3次大战已经结束了，所以呢，暴风城也就没能在第3次大战中支援他们的盟友。现在我们基本上是把东部王国各个国家的境况都交代了一遍，但是唯独没有交代吉尔尼斯王国，那当然是因为他们另有故事了。所以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吉尔尼斯这边的情况了。当前天灾大军的进攻方向主要有两面，一面是由西向东推进，完全占领瘟疫之地；另一方面则是由银松森林向南下推进。前面说到，由于联盟的大部队在银松森林与希尔斯布莱德丘陵交界地严防死守，这阻断了天灾军团的前进步伐。于是天灾大军小退一步，来到了格雷麦恩之墙。这道宏伟的巨墙当初是吉恩格雷麦恩为了隔绝兽人和联盟而修建的，但现在巨墙却意外成为了抵御天灾的屏障。在洛丹伦受到天灾攻击的时候，吉恩并没有派出自己的士兵去帮助他们曾经的盟友。在他看来，洛丹伦的陷落恰好证明了自己之前的决断是正确的，是格雷麦恩之墙的存在才保证了吉尔尼斯人民的安全。当下聚集在高墙旁边的亡灵数量还不是很多，格雷麦恩认为这些亡灵迟早会离开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发现这些亡灵非但没有撤退，反而越聚越多，并且他们还开始昼夜不停地向城墙发动攻击。眼看再这样下去，巨墙迟早会被亡灵攻破。于是格雷麦恩下令集结起大批的兵力，主动越过城墙去消灭那些亡灵。然而格雷麦恩低估了天灾军团的战斗力，亡灵轻松粉碎了吉尔尼斯的部队，并且那些在战斗中倒下的士兵会再度站起，成为天灾军团的一员。在格雷麦恩目睹高墙外发生的一切后，他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天灾迟早会毁掉整个吉尔尼斯王国。于是格雷麦恩只好向吉尔尼斯的皇家大法师阿鲁高寻求援助。阿鲁高曾经是达拉然肯瑞托组织中的一员，在他与达拉然学习的那段时间里，他偶然知道了一种被称之为狼人的神秘生物。虽然他并不清楚狼人的真正起源，但他知道该从哪里找到他们，以及他们可能会对在对抗天灾的战斗中起到重要作用。所以他将狼人的情报告诉了格雷麦恩，由格雷麦恩决定是否要将这个危险且野蛮的种族带到吉尔尼斯来。有关狼人的起源，我在编年史第1卷的时候有详细讲过，为了防止有些朋友不记得了，这里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在大约9300年前，暗夜精灵与萨特在卡利姆多爆发了一场名为萨特之战的惨烈战争。战争期间，有一些暗夜精灵德鲁伊采用了一种非常强力但也非常容易失控的狼人形态。为了压制狼人形态下易失控和狂躁的缺点，他们寄希望于一件名叫月神镰刀的神器，但事与愿违，神器非但没能压制住德鲁伊的怒火，反而将这些德鲁伊都转化成了狼人。狼人在战斗中全无理智，会无差别攻击敌我双方。那些被狼人攻击过的暗夜精灵会染上一种诅咒，并最终变化为狼人。
为了阻止这场悲剧，大德鲁伊马法里奥奴峰只能忍痛将这些德鲁伊同胞放逐到翡翠梦魇的古树达拉尼尔之下，进行永世的休眠。再说回吉尔尼斯这头，尽管阿鲁高警告格雷麦恩，狼人非常危险且难以驯服，但格雷麦恩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这些狼人是拯救王国的唯一希望。于是，就在高墙外的战事愈演愈烈之时，阿鲁高开始召唤狼人了。他打开了一条连接现世与翡翠梦境的裂隙，把狼人引到了银松森林。这些饿狼一般的野兽立刻将他们的怒火倾泻到天灾军团身上，他们的尖牙和利爪立刻就撕碎了亡灵，其力量之强甚至超过了阿鲁高的预料。因此，这场战事没有持续太久，天灾军团就撤军了。然而这时，狼人却突然将攻击目标转向了吉尔尼斯人，继续宣泄着他们那无尽的怒火。阿鲁高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狼人眼里没有敌我之分，他们想要的只有杀戮。幸存的吉尔尼斯士兵立刻撤回到高墙之后，关上了大门。格雷麦恩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一切似乎都如他所愿。天灾离去了，狼人也被关在了高墙之外。然而没过多久，格雷麦恩就接到高墙之内出现狼人的报告。他们本以为是那些狼人越过了高墙，但经过调查之后才知道，原来狼人身上带着一种诅咒。当吉尔尼斯的士兵被狼人击伤时，诅咒也传播到了他们身上。随着士兵们的撤退，诅咒的症状逐渐显现，将感染的人们也变成了狼人。然后这些新生的狼人又继续让更多的士兵染上了诅咒。格雷曼原本是想用狼人来解救吉尔尼斯，但结果却让吉尔尼斯陷入了另一种困境。在那以后，吉尔尼斯组织了针对狼人的狩猎活动，但始终无法彻底将其消灭，所以狼人的诅咒也是开始在吉尔尼斯蔓延开来。直到大地的裂变版本，也就是黑暗之门开启后28年时，吉尔尼斯结束了锁国，加入了联盟。暗夜精灵盟友来到吉尔尼斯，才想办法帮狼人去除了心中的狂怒和内心嗜血的渴望，这才让狼人的诅咒停止了传播。时间再回到当下，当狼人的诅咒在吉尔尼斯蔓延时，大法师阿鲁高因此是内疚而陷入了疯癫状态。发疯后的阿鲁高背叛了吉尔尼斯，他与狼人站在了同一阵线。之后，他与狼人一同包围了坟墓村上方席瓦莱恩男爵的城堡，城堡很快就落入了阿鲁高与狼人之手，而这里也就是后来的隐牙城堡了。好了，那么到这里，在第3次大战中，东部王国各国各种族的现状也就基本介绍完毕了。下期呢，我们将集中介绍沃三亡灵战役的详情，大家敬请期待吧。如果大家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请一定要多多点赞支持啊！大家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我是42有13，那我们下期再见。